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来到 Easy Mandarin 啊。今天咱们继续边走边聊。不过说实话，今天我有点焦虑啊，不只是今天嘛，这几天都有点焦虑啊。为什么要焦虑呢？首先，咱们看这个边走边聊这个形式啊，我感觉多少有点走进了死胡同啊。就是我其实能明显感觉到上一周做视频的时候，我有点敷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每次都是在这个我家对面的这个公园啊走来走去，其实我自己都有点腻了，都有点厌烦了，何况是观众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觉得，首先是这种形式上觉得有点越来趋于雷同，越来越敷衍吧，所以让我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好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。其实今天早上我又去我们家对面的公园溜达，刚打开这个摄像机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啊，张口结舌啊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觉得好没有意思。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空间里，这个重复的空间里反反复复的去走？其实每条道路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悉，而且对于观众们可能也觉得挺熟悉的，而且那些话题反反复复也是围绕着学习来的，甚至也没有可能主打的是一个边走边聊边想这么一个过程，但有时候过于敷衍了，说实话啊。那今天其实主题也不是说特别的集中，但是我想一下，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状态？我想去考虑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感觉有点焦虑了呢？因为这个其实只是我焦虑的一个点，其实我焦虑还有不少点，就是人生到了这个突然发现自己已经38岁的时候啊，前一段时间感觉还挺年轻的啊，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但今年生日马上又到了吧啊，大家该给我祝福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突然觉得好像真的已经是大叔了，好像真的已经跨入中年了。而且现在随着这个 YouTube 上的中文老师越来越多，我就发现年轻的血液越来越多了，年轻的血液、年轻的想法、年轻的形式，有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啊，真的老了吗？当然未必觉得是生理上的老，就是真的我的内容已经老了吗？已经陈旧了，已经过时了吗？我是觉得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总是需要去不断的去尝试，去创新，去开拓一些新的这个局面。但是我们人也是特别容易习惯于一些东西，一些状态。这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？就是安逸、舒服、自在。那这样有错吗？当然没有错。那为什么我又要把它提出来呢？这个原因就在于，这些安逸是建立在你习惯的这么一个这个趋势之下，就是你习惯去这样做了，你觉得这样做很轻松，这是你的舒适圈。然后你会不断的去重复再重复，然后重复到最后，不只是观众腻烦了，你自己也腻味了，到最后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因为可能观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中文学习者，学习中文可能也难免会遇到这种很烦的这种境地，学着学着就是没有意思了。那对于我们这些中文老师加这个创作者而言，肯定也会出现这么一个状态，其实都是相通的，做着做着就没有意思了，没有任何感觉，内心深处那团火慢慢的就萎了，对，就像花枯萎了一样，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为什么就是很多形式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，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。你找到相对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你往前继续走，
但是一直没法往上爬升。然后你就会陷在那块中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，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然后感觉好像是一种悬挂在那里的感觉。对，好像天地之间有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把你固定在那块，粘在那块，但你知道这是不安全的，蜘蛛网、蜘蛛丝它是会断掉的。我需要一个梯子往上爬呀，或者我直接落地得了，我直接往下走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困境，现在的一个困境。我觉得其实也是大部分和我有类似想法的朋友们的困境。学习中文其实也是如此啊。而且昨天就是我录视频的时候，星期六啊，昨天大叔中文发布了一个视频，就是和盛兰老师的这个合作的视频啊，反响特别好。其实这也让我们大叔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们的形式可能也到了一个需要做调整的这么一个时候了，就是不可能永远只是我们3个人啊。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请了很多嘉宾啊，后来朋友反馈说也不是喜欢看到那么多嘉宾，我们自己也觉得可能嘉宾多了会减少我们的特色，而且好像也怕没有那么多嘉宾。但是呢，做着做着，自己这个3个人聊着聊着，发现他又会陷入另外一个循环，就是会又陷入一个重复再重复这么一个循环里头。所以这个时候要能引入新鲜的嘉宾、新鲜的观点，我们其实未必一定要去深挖他的童年他的人生经历等等。我觉得其实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思想的碰撞、言语的碰撞，其实这些才是更有意思的吧。大家能看到更新鲜的东西，对于我们大叔自己而言也是更新鲜的东西。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不断在寻找新鲜的、刺激的这种感觉。为什么很多朋友学习中文，他可能未必有非常功利性的目的？哎呀，感觉有个蜘蛛网，未必有非常功利性的目的。那么是为什么要去学习这门语言呢？刺激，对你脑子的一个刺激，刺激带来一种新鲜感，对不对？一种莫名其妙的、舒服的、愉悦的感觉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真的，昨天我做了一期短视频。为什么去做呢？就是我看到成龙竟然已经2鬓斑白了，在我们年轻时候的偶像、功夫巨星也垂垂老矣，这就难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啊。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仿佛自己内心有时候感觉还自己挺年轻的，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上又会觉得时间它真的不等人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父母一天天老去，可能有时候会故意的去忽视自己，不去看自己，自己其实也在一天天长大，或者说离老更近了。假如在这个状态下没有一个很好的人生的支点，让你能在上面觉得很踏实安心的话，我会觉得会带来蔓延的、不断扩散的、无边无际的焦虑。这个地方有一条路，我可以走到对面去。其实都不叫路，是一个石头铺成的小桥啊。这都不叫桥了，说是临时的这么几个东西。我先不和大家说话，让我小心的走过去。嘿，好嘞，走到中间了。好，这个我发现溪水一股挺臭的味道。对，就是觉得时间如此的快速的流淌而过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一个节点。突然之间往回看的时候，觉得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岁月被我们甩在了身后，其实是很奇怪的。
所以这个时候难免会想，你有什么事情其实一直想做，但是一直没有做嘛？我觉得，甚至我相信，我坚信，所有人都有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啊。对，我似乎还没有聊到一开始这个视频给我造成的困扰，就是在那一瞬间，就是不想拍之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要换一个场景。我每周应该换一个场景，不同的地方。比如说现在我走在这片沙滩上啊，一踩下去非常细软的沙子，对，上面很多坑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踩的，感觉怎么像人踩的还是牛踩的，我也不清楚。这是一个新鲜的体验，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得到新鲜的体验的同时，也带给观众们更多新鲜的体验。哪怕我的形式继续是这种边走边聊，大家也能通过我的这个镜头看到更多的风景。虽然说这也够不上什么样的风景，是不同的这个景象，不同的感觉。对，现在再回到就是我刚才说这个话题，就是在那一瞬间，你突然之间想到了，哎呀，我估计是过不去了。我这样要是直接跳过去，可能会鞋都湿了，原路返回吧。在那一瞬间，你肯定会想，就是人生已经到这个中间这个程度，可能有些朋友还挺年轻的啊，早点开始想没有错啊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你有益啊。你有些什么事情自己是一直想做，但一直没有做的呢？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或许你也有稳定的生活、幸福的家庭等等，或许你对当下也很满足，但是有没有在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点点东西，它其实一直在悸动？其实有一颗小芽，它已经萌发了，但是几十年、十几年或者好几年，它一直是萌芽的状态。它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足够多的养分，没有机会得到足够多的养料去成长，就变成一棵更大的植物。我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的植物，是草，是花，是树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是你并没有给它一个机会成长。这个其实对我而言就是有这么一个状态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该写一本小说了。不是说现在我和茶叔在这个大叔小站上写了很多故事啊，这个其实给了我一定的信心，就是其实我能写出故事来。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内心深处最想做的事情，我更多把它看成我的一个工作，一个可以带给我一定愉悦感的工作。我内心最渴望做的事情其实是写一本小说，写本我自己会喜欢看的小说。就是我想写的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呢？我会把它设定在我的故乡，设定在我的童年，主角未必是我，可以是像我的这么一个孩子。而且我会融入很多我喜欢的元素，比如说我一直特别喜欢宫崎骏的东西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尼尔盖曼的东西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它们进行一定的融合，然后加入更多我自己的想象，以及更多东方的元素。其实我脑子里大概是有这么一些情节，甚至一些画面的，但是我一直没有付诸笔端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个对于我而言，它是一个大工程。比如说只是写一些短篇啊，1-2千字，我坐在那块儿，我都不需要一开始有任何设想，我只需要一个画面或者一样东西，我进去了，我就能写出来。但是我知道，作为小说，它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去写的。那么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。这个好像一直是我一个比较薄弱的地方。我可能没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么一个就是思维能力，对长篇这么一个思维能力，我一直没法去想象后面它会有怎么样一个进程。
而且我觉得不是我没法想象，其实是我害怕想象，我害怕踏入那趟旅程。就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困难。对我而言，前面是一片迷雾，我不知道前路会导向何处，而且只有我自己孤身一人。我之前在大叔中文上也说过，就是我们做大叔中文也像在迷雾中走路，但是有我们3个人，其实是有伴同行的感觉。但是这个工程我去做的话，只有我孤身一人，前面是一片迷雾，白茫茫，什么也看不到。这个时候我首先是特别的害怕，我内心深处，我潜意识当中非常害怕踏上这趟旅程，所以我一直迟迟不动笔，就是我不断的把这个东西往后拖。虽然我说内心告诉自己我想做呀，我想让我内心那颗萌芽长大呀，可是我一直害怕去面对它。我觉得我没有足够强的能力、精力、才智、想象力等等。我或许在一方面对自己挺有自信的，一方面我又不够自信。其实自信难道是天生的吗？我觉得未必如此。自信很多情况下它就是后天的一些行为、行动、反馈等等带来的呀。可能我得到的反馈过少了吧，太少了吧，可能这些都是借口。我缺少行动的第一步。其实最近我也看了不少学习这方面的书啊，而且我真的会觉得一理通万里彻，所有东西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。我们所有学习的这么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？就是你首先是处在自己的舒适区，还有一个困难区，对，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区叫拉伸区啊，可能在不同的翻译里头、不同的语言里头会有不同的说法，但是它就是这么3个区。就比如说这个写小说，它处于我的一个困难区，我一看到它，我就想到是无边无际的困难，巨大的压力，满满的焦虑。但是现在做这个视频，其实对我而言是在一个舒适区。就前一阵子一直以来这样边走边聊是一个舒适区，但是舒适区待久了之后会觉得烦，会觉得无聊，你又会掉入另外一个无聊的陷阱里头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往外伸一伸手的时候，进入拉伸区的时候。所以我现在做这种形式出来，我可能一方面会害怕面对未知，我不知道每个地方的地形如何，人如何，状态如何。那未知它其实带来也是同时一定的挑战和刺激。就像今天其实这个体验对我挺好的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说实话，这个其实以前感觉应该是个公园，是如此的荒凉破败，但是我非常喜欢，人很少而且这种相对原生态的状态很有意思，甚至让我很怀念，甚至让我能感受到来自很遥远的过去的这种气息。对，所以很多事情我可能没有踏出那一步，就是在那一个瞬间我没有踩出那一步，我可能永远在舒适区里头，我就需要踩出那一步，踏出那一步。可能这个无关乎勇气，就是人有时候在自己内心深处设定了太多东西。比如说这个视频的改变对我而言，比如说我踏出这一步对我而言比较简单，我就是开个车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而已。那他这一步迈的比较小，那就容易让我实现。但假如从我一开始只是写短篇的这么一个故事，变成写长篇的这么一个故事，它需要迈出特别大的步子。然后我发现我一旦要迈开步子，我的脚底下都是刀子，我万一没有踩对地方，我摔倒了，我就整个身子就被所有的刀啊都刺穿了。
穿透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给自己想象出来一个困难的场景，那确实也是这个步子挺大的。那么中间，比如说我要实现这么一个目的，是不是其实有一个更小的步子在那块儿，我可以先迈出一个更小的步子呢？这个其实也是我昨天突然之间有的一个想法，然后把它付诸实际的这么一个状态。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就是其实我写故事，我自觉挺容易的。有时候写个故事，我就只要一个画面或者一个词汇，我就能进去。但是我发现，就是长篇的，它需要构思比较完整的这个东西，我可能做不到。就因为我怕我在后面写着写着就迷失方向了，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了。那我就在回想，我在写短篇故事的时候，一开始给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主题、一个意象等等，我就跟着这个感觉去走。那么长篇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个类似大纲一样的东西？就是在我脑子里这些想法，我能不能把它们就是全部给拉出来，整理一下，变成一个相对是有开头、中间、高潮、结尾等等这么一个大纲呢？我其实之前就是没有想着这么去做。我觉得写作应该是更随意的，我进去之后我就不断的探索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个脚手架，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养孩子的时候，就是说孩子其实不是害怕面对问题困难，其实他需要一个父母的脚手架。我现在其实也需要一个脚手架，所以昨天我就开始去构思我这个大纲。然后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就是 AI，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大纲的，就是一开始的一些想法，全部丢进 AI 里头，我让它和我一起头脑风暴。我说，我把这些所有的设定，我自己能想到一些东西放进去，让它先给我生成一个大纲看一下。然后我发现有些东西不是我所想的，或者我突然之间因为它的给我提供的大纲里头的一些想法，触发了我的新的一轮的这个想法，我就会加入更多东西，然后不断的这么一个来来往往的这么一个过程，不断的优化，最终终于生成了一个我挺满意的这么一个大纲。就这大纲它未必是真的最后的一个成品，对，我最后写出来的故事未必是原原本本的根据这个大纲这么去做的，但是里面已经有人物了，有几个主要人物，主要的故事情节的走向我是知道的。那么我相信我的只要写下去，我的这些人物自己会活过来，他们有自己的生命，然后他们会带给我惊喜。但是现在有个框架，我可以放心了，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迷失，那么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写了。今天早上我就已经开始动笔了，我觉得很舒坦很舒服，那个状态就是特别有自信啊，特别其实最主要是踏实啊，我可以这样去写了，我可以这样去做了，我不怕了。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就是再回归到语言学习上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可实现的目标。对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学任何东西啊，学习中文当然也包括在内，有时候给自己设定一个过高过大的过难的这么一个目标，其实会把自己吓着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想一下，我这一步是不是跨得过大了，所以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害怕的。那我应不应该，我可不可以，我能不能从小步的去做，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节奏，这样我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呢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儿吧。我好像说完就走了这么久之后，说完之后，突然之间不焦虑了，真是这个节目对我有治愈的作用。再见。